出国搭飞机时想要把毛小孩放在身旁可以吗？目前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只能让宠物放在货舱托运，但这样的方式却常常招来不人道的质疑。很多饲主呢也呼吁航空公司是时候做出改变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飞机上面的宠物共乘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年初，日本羽田机场发生了一场飞安事故，一架日航客机在降落时不慎跟日本保安厅飞机发生碰撞，造成了海保队人员5死1伤。一向以严谨著称的日本，竟然会发生这样子的意外，让社会非常的震惊。政府也着手调查事故原因，希望预防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不过这起意外出现了一条支线的争议，虽然客机内的旅客全部生还，但待在货舱里面的宠物却因为来不及救出而葬身火海。这则新闻呢，也掀起了日本民众对于宠物托运的关注。一直以来多数的航空公司都只能以托运的方式运送宠物。很多的饲主批评这种做法不止不人道，还会剥夺宠物的逃生机会。像是这一次的飞安事件，如果宠物能够跟主人一起待在客舱，应该都有机会可以逃出来。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看看飞机宠物共乘的争议，现在的规定是什么？为何很多航空公司不愿意开放宠物共乘呢？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苦口婆心，往往输给了灰心？想要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芒果有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而且每本呢都能够让你向试阅，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官网更有最划算的折扣，最低6折起结账，输入77推荐还有再9折，让芒狗狗陪伴你的育儿之路，一起充满信心，快乐学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大部分的台湾人应该都蛮少看过宠物跟主人一起搭飞机的情形，这是因为台湾主要的航空公司都没有开放宠物共乘。那么先来了解一下目前这些航空公司对于运送宠物的规定。首先，唯一能够进入到客舱的动物呢，基本上只有工作犬，像是导盲犬啊、治疗犬等等的服务型犬只。其他的宠物呢，都要被视为是托运行李，放在货舱内运送。要特别注意的是，大多数的航空公司呢，只会认定狗、猫跟兔子是宠物而已。但宠物也不是想托运就托运，如果年龄太小或是有怀孕啊，航空公司可能会拒载。然后呢，还有考量到健康的风险，有些品种的猫或是狗只能在冬天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才能够进行托运。再来，如果想要带自己的宠物出国，相关的检疫资料都要事前申请。最后，饲主也需要准备大小合适、牢固的宠物笼，并且在里面放好食物跟饮水，才算是完成托运的准备工作。那从这些规范可以看到，对于托运宠物相关的安全需求还有风险，航空公司都有一定的把关。不过，有很多的饲主都批评，宠物被当作行李托运是一件非常不人道的事情。支持宠物共乘的人主张宠物不是货品，不应该要被当成行李。他们质疑航空公司呢，其实很难确保货舱的温度啊跟湿度可以达到客舱标准。如果货舱太闷太热，都有可能把宠物害死。尤其在托运的过程当中，宠物要跟主人分离好几个小时，又要被丢进陌生的环境，都会特别的紧张。如果在飞行时遇到乱流，宠物甚至可能因为惊恐啊还有压力出现急性的病症。再来，就算是这个牢固的宠物托运笼也可能因为运送时碰撞导致破损或松脱，让宠物受伤。而且因为宠物被放在货舱，没有人可以第一时间处理，这也让饲主们非常担心，批评运送的方式不够人道。除此之外呢，也有动保团体认为航空公司目前的托运规定其实有违法的疑虑。像在台湾动保法就规定，运送动物时，除了要注意饮食啊、排泄、环境安全，也要避免动物受到惊吓、痛苦或者伤害。但就像刚刚讲到的，动物如果被放置在货舱里面，很难不受到惊吓，也很难100% 确保安全，跟动保法的内容有些抵触。所以不少提倡宠物同乘的民众都希望航空公司能够调整政策，让宠物待在饲主的身旁。而他们也强调，宠物同乘确实是可行的，在国外早就已经行之有年了。如果有在美国搭乘国内线的经验可能会发现旁边的乘客竟然可以带着他们的毛小孩一起搭飞机。在美国，很多航空公司都有开放宠物共乘，主要也是出自于宠物安全的考量。
举例来说，美国的达美航空曾经做过统计，在2005到2015年之间，他们用货舱托运的宠物当中，总共有74只死亡，14只走私。那虽然说呢，跟总数比起来宠物托运时出意外的几率可能不到1%，但死亡的风险依旧存在。因此，他们才在2017年调整规定，开放宠物共乘。达美航空表示，他们认为宠物是家庭的一员，只要宠物的健康状况、身形大小适合，就可以进入到客舱内与饲主一同搭乘飞机。那虽然有航空公司愿意开放，那其他的航空公司为什么不跟进呢？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没有公开说明过不开放的理由，但根据前空服人员的说法，航空公司之所以不想要让宠物进客舱，大致上面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安全疑虑。虽然说宠物基本上需要待在外出笼提袋内，但依旧存在着逃脱的风险。过去就曾经发生过主人不小心睡着，让自家的狗狗在飞机上面逛大街，或是猫咪自己逃出宠物笼的事件。如果说宠物真的失控跑去骚扰攻击其他旅客，不只会造成客舱的混乱，甚至有可能影响飞安。而第二个原因呢，跟其他乘客的权益有关。有些乘客呢，可能对于动物毛发过敏，或是无法忍受宠物的气味；有些乘客则是非常的害怕猫狗，不想要跟这些宠物待在同一个空间。而且要是饲主不遵守约定，放任宠物乱叫乱闹的话，也会严重的影响到其他人的搭乘品质。对于一些航空公司来说，如果开放宠物共乘，可能会引起其他乘客投诉，甚至要求赔偿，所以目前才会采取相对保守态度，不做政策上面的调整。即使是有开放宠物共乘的航空公司也是非常谨慎在处理，希望能够最小化宠物上飞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在亚洲有提供宠物共乘的航空公司当中呢，比较有名的是韩国的大韩航空。针对携带动物的乘客，他们会事先告知，如果宠物有臭味或是具有攻击性，航空公司有权直接拒载。如果是在搭乘过程当中持续发出大声的噪音，空服人员呢会要求饲主使用口套，来避免对其他旅客造成困扰。另外，如果旅客当中呢有人对动物过敏，大韩航空会协助安排远离有宠物的座位。而为了安全起见，航空公司也会建议旅客可以咨询医生，预先备好必要的药物还有紧急医疗包，应付紧急的状况。透过这些方法，航空公司希望能够尽量减少争议，兼顾饲主与一般旅客的需求。宠物共乘这个议题在过去很冷门，但最近几年似乎逐渐被大家讨论。我们在想，应该跟宠物地位的提升有关系。台湾宠物的数量在2018年时已经超越了新生儿人数，而且差距还越来越大。很多人呢一辈子都不生小孩只想要养宠物就好。对于很多现代家庭来说，宠物早就已经不是附属品，而是重要的家人。大家也会希望能够带着毛小孩一起出门旅行、返乡等等，才让宠物共乘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那么我们推测，随着宠物越来越多，没有意外的话呢，航空公司未来应该都会逐步的开放这项服务。而至于现在之所以不这么做的理由，除了安全之外，我们在猜可能也跟商业考量有点关系。毕竟还是有很多的乘客不太希望跟宠物共乘，就像常常有人说搭飞机最怕遇到一路哭闹的小孩，这类的人呢，可能会因为搭乘品质选择改搭其他的航空公司。不过根据我们内部不专业的统计很多计划都蛮乐意跟宠物一起搭飞机的。如果有搭配机票打折的话呢，其实是很吸引人的方案。那么今天呢，就想要来问大家的想法。你支持宠物共乘吗？ A 支持完全不介意，也希望可以跟自己的毛小孩一起搭飞机。B 支持但要搭配机票折扣等等的优惠。C 不支持我觉得这个宠物进客舱或多或少会减损搭乘品质。另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讨论宠物能不能够共乘飞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宠物沟通以及弃养潮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 Honey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表意，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